们现在人在这里是台中的乌日高铁特区。本影片支援 YouTube 购物标签，请点选左下方查看产品，寻找自己需要的产品。购物的过程中，影片持续播放，不用担心中断哦。感谢大家继续支持小星星奖。今天来到乌日，那今天要来这边看房子。来到台中一定要介绍小当家。大家好。这里我好像没来过，这一间全联。这是新的吗？也开1-2年，也不算新的，好在1年多左右。但应该也算是新的全联，对不对？好像新，就是这个特区里面第一间全联。那时候大家也是等了很久，那终于后来盖，这间全联生意很好，生意都只有一间而已。对，没错，附近全部的生活机能都在这里。而且有个这么大的停车场，没错，超爽的。半个小时不用钱。半个小时不用钱。对，那对面有一个好像在盖，叫樱花大战，是不是？对，那个是现在樱花高铁特区里面的最新的案子。不是在这里哦。对，是，它的那个基地在这里。哦，基地在这边。对，那它是水岸展。我本来也想。你不是说你不是说在高铁特区里面？这里是高铁特区啊。这里也不是那个站前。那边叫站前。商业区自治住宅区。就是这个案子就对了。对，只是说它的样品屋在那个站前那边。对。我们今天要来看，这还没刮，你要看这个吗？已经挖了，但是我们今天看的不是这个，我们今天要看的它隔壁那个全新交屋的。这个也是樱花。对，樱花越站。越站这个是大站。大站，它每个都是站来站去。站来站去站来站去。好，我们去前面看一下。到了哈，它的这个后面有一条绿园道，在这边就是社区的外围，然后它的车道是双向车道，从这边进去双向车道，然后1楼到3楼是大理石花钢石的，上面是2丁挂，其实质感盖的还蛮不错的。然后外面有一些植栽，旁边它的对面这边是这种透天型的。这里怎么有一栋这个看起来很帅的？这也是豪宅。天空之翼是不是？对。天空之翼，世界之翼，然后就在他的斜对面。所以你是要先去沟通一下。要沟通。好，那你先去沟通一下。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 Rambel 的一个评比它是。大家好像都在装潢，进来，来小间内关下门，开灯了。香姐，这是几房的？这什么房型？3房的。对。还不错呢好，那我们开始慢慢的来分享一下。进来了以后，它这个配了这个木门。那刚刚我问的管理是1层6户，所以也算是比较单纯的住宅型的房子。然后进来以后呢，它还配这个耶鲁的电子锁。这边有这个就是门禁它这也有配这个哈尼威尔的，这应该是类似全热还是什么的吧我不知道反正有配，就是配这个全热交换器还是新风系统。然后这边呢一整排你可以做就是柜体，然后我们看一下樱花的眼香配的也配置也不错。下面弱电的部分看一下干干净净整整齐齐。OK， 来过来客餐厅的部分。那所以你这边做一整排的柜子，一直到那边去，这是电视背墙。然后这边就是餐厅的部分在这里。那因为它这个应该是，没有门，所以它这个应该是可以敲掉这看你自己的都不是防火门。但是因为它柜子给的非常足够，非常齐全，所以应该没有人会敲掉。就是做一个滑门之类的，你看这冰箱的柜子，然后电器柜全部都是标配它这一个厨房给的很完整很少看到保家给的这么完整。然后这给的一个是人造石的洗碗槽这个是樱花的标配，樱花很爱用这个，就是有点荧光的。然后这是10英石的台面10英石的台面，然后给的 Spargo 的洗碗机。3机的部分也是樱花的反正这一套的樱花，这个 Spargo 也是樱花的代理的。我看有没有配滤水器，好像没有没有滤水器。但是它这个就特别呢它这个水槽的部分比较特别。然后我们看一下后阳台，有一个厕所的采光对外窗，后阳台方方正正的
规规矩矩的，然后有一个电动的晒衣架啊在上面，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餐厅，餐厅这样子就显得有一点小哦，这个看要到时候要怎么规划，因为本来想说这个如果可以敲掉的话，那它可以把餐厅跟厨房是整合在一起，但是因为它电器柜都做好了，所以可能到时候看设计师怎么帮忙规划。可是它客厅非常的大，我们刚刚规划这边是电视背墙，这边是沙发背墙哦，至少3.5米的面宽啊，面宽非常大。然后刚刚在外面有那个按钮有没有？这一台新风系统 Honeywell 的。那看出去，它这个是面对隔壁的社区，那是不是社宅啊？对，那是社宅。社宅的部分，这怎么开？从这边，冷气应该是放这里。冷气格栅，它有独立的空间让它去放。有一个冷气的区域，排水的部分也有。然后看出去，因为前面它是刚那个透天的，然后那边是世界之翼。那透天，所以中间不会再盖起来，所以这个洞距我看应该有个80米。那看过去，前面是一个公园，所以这社区的前面是公园。对，前面是公园，然后看出去就是山。这边有河岸，我觉得这边这边有河岸，看过去就是河岸哎。然后那边有林心医院，所以它这里医院豪宅，那旁边是公园，地点还不错呢来，木地板也是标配，所以其实它这一次配的还不错。其实我觉得越后面虽然卖越贵，但是标配的东西越配备给的比较好，对不对？你看 Honeywell 的新风系统，然后往这边走，它就有3间房间，这是3房了。先看一下厕所，厕所比较中规中矩，它就是一个 Innex 这个日本的卫浴，然后这也是 Innex 看都写日文这写日文的卫浴，有对外窗啦3件组干湿分离有对外窗，然后它的冷风机是 Life Gear 的3合1、4合1的冷风机。好，那接下来就3间就房间了。这边这是第一间这应该是次卧次卧是一个正方形的，其实还 OK， 对不对我觉得它3间房间都不小，不小这个放双人床都没有问题。然后它外面有一个假围篱，就是你从外面看会觉得那个好像外面那个玻璃有没有很像是一个栏杆，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阳台，可实际上它没有办法站出去嘛，它下面是镂空的，所以这就是一个造型。但是这有个好处，就是你授予面是大概有离1米左右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窗台比较不会漏水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2间客房，客房比次卧还大，其实这间才是次卧吧？我觉得这间才是次卧，这间蛮大间的。对，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要关灯之后，它采光也不错它每一间采光都很好。这个房子格局不错。这一间如果以现在来讲，很多主卧室大概就是这个大小了。差不多了然后它配低台度的窗台以外，它外面是一个有点像天井的区域，所以这根本就不会是授予面了。你这边比较不会有淋到雨，就是雨水不会直接拍打，所以它这个漏水的几率就大幅的降低。这也是这种房子的优点。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后它的主卧室。哇，主卧室采光这么好，没错，主卧室采光很好，然后非常大间这个算是大3房了啦。以现在来讲，这一种3房非常大，算是非常大。然后它的这个油漆的品质涂料的感觉，就是涂的比较平。因为我们看过很多保家的房子它就来撩壁吧，很像那个凹凸凸的，弄得不是很好。这个案子感觉是弄得还不错，然后看出去就是跟阳台那个区位是一样只是说他这边做了一个已经死掉的植栽，这可能是自动洒水系统了那你如果是屋主，你可以来，这应该是属于公社吧？对，这是公社，叫他再来种一下。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卫浴的部分这个卫浴比外面的客卫还要大很多马桶也给好的，超级马桶还自己开看，然后这台面浴柜这边全部都有，好不好？全部都有。然后4件组的还有一个浴缸，还配一个浴缸。因为洞距有点距离，然后又有内凹，大概1.5米左右，所以如果正常情况之下，我觉得应该是不太看得到了，还是做个窗帘比较好那这边也是配同一台暖风机，4合1的在这里，4合1暖风机。翔家，这一间应该是近期
算是比较大的三房了吧？台中市要买到这种三房很困难，市区啦，市区应该这一间应该要2000多万哦，如果是接近3都有可能啊，这样子要3000万哦。这里不是啦，这里当然没那么贵，这1开头，这里已经快要变台中也算是市闹区之一了呢。我看那个百货公司全台湾最大的购物中心已经开工了，动工了，所以应该未来这边会非常可期待了哦。对，因为这里机能也慢慢完善嘛，再加上那个娱乐城好了之后，其实这里未来的机能会蛮好的。哦，那你看全联又正在对面的而已，对，所以这个地点我觉得离整个市区里面又不远，那又3铁共构，所以这个地方以这种格局，我觉得比较少见的，因为新的价格应该很贵吧？三房？其实1开头，会比旧的贵一点，但老实说了，我如果是我会选这个，我会选旧的。我去比较过，其实新的还是有新的优势的，新的品质是真的是比较好。你进来就是觉得哇，不错。那旧的进去管理也比较好，管理比较严格。没错。OK， 好，这个社区刚刚我们在遇到下面的警卫或者是社区的经理非常的尽责任所以我觉得各个社区的区别，跟这社区的管理的部分，还有它社区的用料，可能都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你对于台中乌日这个叫做高铁特区的房子有兴趣，可以问一下小当家，这边有他联络方式，直接扫他 QR code， 直接问他就可以。那如果你是最近买了新房子，想要来分享你的买房心得或者是装潢心得，欢迎跟我联络，第一则留言有我的联络方式哦。那如果是最近买了新房子，旧房子要委托给小当家来销售的，也可以直接跟他联络。我们期待有更多人来一起支持真心话，下次见，拜拜。如果你正计划来大阪旅游，那你可以选择 Ruby 他们公司的民宿，这里有一个像家的客厅，还有像家一样的餐桌，可以去超市买和牛回来煮，还有帮你洗屁屁的免治马桶，有洗衣机，出门不用带那么多衣服，体验正宗日式的房间。欢迎来找 Ruby。